不管您现在是在下班路上，还是刚忙完歇息，都请您先停一停，跟着我做一件事，深呼吸，然后问问自己，是不是感觉钱越来越不经花了？如果您也为这种变化隐隐担忧，请听我周世恒几句实在话。许多经济学者和分析师都在讨论，全球经济正进入重要调整周期，2026年可能成为关键转折点。我们或许正面临下一轮经济下行的准备期。经济如同潮水，有涨必有落。从2008年金融海啸后，我们已享受了10几年的低利率环境，像一场热闹的派对。但如今通膨居高，利率上升，正是音乐渐弱、灯光渐亮的信号。这意味着狂欢将近，我们每个人都需面对自己的账单。今天在康寿晚年频道，我想和大家实实在在聊聊，为了在未来风浪中站稳，甚至抓住机遇，有哪些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随意花出去？若觉得有用，请点赞、订阅康寿晚年频道，不错过任何守护财富、安稳晚年的关键信息。也建议您收藏这部影片，在冲动消费前看一看，或许能帮您冷静，省下一笔钱。好，咱们闲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这第一种，周世恒，我必须要强烈建议您立刻停止去花的钱，就是那种利息很高的消费贷款。还有纯粹是为了面子的超前消费，我太懂了。现在的诱惑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手机一打开，各种购物软件都在用最诱人的画面和标语跟你说，喜欢就买吧，分期付款没压力。您可能觉得，一件2万块的东西，分个12期，一个月不就才1000多块吗？好像挤一挤总能拿出来。但是各位朋友，这正是最需要警惕的温水煮青蛙啊！在经济好的时候，工作稳定，收入也许还在慢慢涨，您会觉得这点债务小意思，负担得起。可您想想，如果到了2026年，外部的经济环境真的转冷了，万一咱们的收入增长停滞了，甚至工作稳定性受到了影响，到那个时候，这每个月雷打不动必须还的1000多、几千块，它就不再是小钱了，它会变成压得您喘不过气来的大石头，特别是信用卡的循环利息。还有那些网络上打着日息低至万分之几幌子的各种借款，您稍微算一下年化利率，很多都超过了 15%， 甚至直奔 20% 去了。咱们扪心自问，除了世界上极少数像巴菲特那样的投资天才，有几个人能长期稳定的让自己的投资每年回报 20% 以上呢？既然我们赚钱这么不容易，为什么还要反过来，让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通过支付高额利息的方式，白白流进银行和那些借贷公司的口袋呢？所以，从今天看完这部影片开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清理掉这些高成本的债务，不要再为了追求最新款的手机，或者一个名牌的包包，去透支我们未来的安稳。请记住，在未来几年，您手头能灵活使用的现金，就是您生活中最重要的氧气。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想了，周先生，我不借钱消费，这我同意，但我自己赚的钱，买辆好一点的车，奖励一下自己，总不过分吧？好，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也就引出了周世恒要跟大家强调的第二种不能再乱花的钱，那就是溢价很高的全新燃油车。请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个概念，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汽车它是一个纯粹的消耗品，从您把它开出展示间的那一刻起，它就在不停的贬值，它并不是一项能给您带来增值的资产。过去我们常说新车落地打8折，现在的环境下，尤其是燃油车，可能贬值得更快，因为全世界都在朝着电动车、新能源的方向发展，各种环保政策也越来越紧，燃油车未来的二手价值面临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时候，还要去备上一大笔车贷，买一辆崭新的，尤其是品牌溢价很高的燃油车，周世恒认为这是非常不理智的财务决策。您想想看，一辆标价100多万的车，您付完钱开出门，轮胎一沾地，可能10几20万的价值瞬间就蒸发掉了。这凭空消失的10几20万，如果咱们能紧紧地攥在手里，存进银行做定存，或者买一些非常安全的政府债券，在关键时候，它就是您一家人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生活费，是您的保命钱。而且，好车背后的隐形成本高得吓人，更贵的保险，更精心的保养
喝更好的汽油，这些都是未来持续不断的出血点。如果您家里真的需要一辆车来代步，现在成熟的二手车市场里有很多车况很好、性价比极高的选择，或者一些务实的、省油耐用的新车，也完全能够满足需求。想象一下，当别人为了面子，开着贷款买的豪车，却天天为月供发愁的时候，您开着一辆经济实惠、没有负担的车，手里还握着充足的现金，心里那种踏实和从容，才是真正的面子，才是真正的底气。既然说到了车，周世恒就顺着再跟大家聊一个很容易让人冲动，但水也很深的领域，也就是第三种钱。千万不要把您用来保命的钱，投到您自己完全搞不懂的高风险投机里面去。这里说的包括什么呢？比如那些没有任何业绩支撑，纯粹是靠一个热点话题炒作起来，股价突然暴涨的股票，比如那些除了炒作之外，根本看不到任何实际应用价值的虚拟加密货币，还有那些您只是听朋友说，或者网上看到谁谁谁赚了钱，就心痒难耐跟着冲进去的各种所谓项目。大家要警惕一种现象，往往在经济大调整真的来临之前，市场上会出现一种最后的疯狂，到处都是一夜暴富的神话故事，好像不参与进去就错过了几个亿。那就请您一定要把钱放在您认为最安全、最踏实的地方，宁可少赚一点，也绝对不要去冒亏掉本金的风险。这是能够平安度过任何经济波动期的铁律，也是对我们自己、对家人最大的负责。讲到这里，如果您觉得周世恒说的有道理，或者您自己也曾经过类似的坑，真的欢迎您在下面的评论区打个1，或者分享一下您的经历，让我们都知道，在理财这条路上，我们并不孤单，大家可以互相提醒，互相学习。也欢迎您把这部影片转发给您身边那些花钱比较大手大脚，或者正在为债务烦恼的亲友，您的一个小小举动，或许就能帮他们避开一个未来可能的大麻烦。接下来周世恒要说的第4点，可能有些朋友听了会不太舒服，因为它触及到了我们华人传统文化里很深的一个观念，那就是超出自己实际承受能力的房产升级或者投资。我完全理解，有土司有财，拥有自己的房子，是很多人毕生的梦想和安全感来源。他们都在营造一种氛围，如果您不拥有这个最新款，您就落伍了，就跟不上时代了。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冷静想想，现在的智能手机性能已经严重过剩了。2-3年前买的旗舰手机，到现在依然非常流畅，完全能满足我们打电话、上网、拍照、社交的所有需求。您为了摄像头那一点点几乎察觉不出的像素提升，或者仅仅是为了一个新出的颜色，就多花2-3万块去换一部新手机，这个代价真的值得吗？还有那些快时尚的衣服，价格看似便宜，但往往材质一般，穿不了几次就变形、起球，最后只能堆在衣柜角落或者扔掉。这不仅是浪费钱，也是对资源的不负责。周世恒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极简主义的生活态度，买一件材质优良、剪裁得体的大衣，可以得体的穿好多年，把一部手机用到它真正寿终正寝，再考虑更换。这种物尽其用带来的满足感和掌控感，远比追赶潮流来得更踏实、更高级。这不仅能帮您省下可观的一笔钱，更能让您从被物质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最后的9点，周世恒要说的这种钱，可能是所有陷阱里最具欺骗性，也最让人懊悔的，那就是去购买那些劣质的、声称能让人快速暴富的知识付费课程和速成班。他们精准地抓住了大家想要快速翻身、急于找到出路的心态，包装出各种各样诱人的名头，什么短视频带货3天破万、元宇宙投资财富秘籍、小白理财月入10万不是梦。他们会告诉您，只要交了这几千、几万的学费，您就能立刻获得通往财富自由的密码。朋友们，请大家动用最基本的常识想一想，如果这世上真的存在这样一种稳定、快速且能大规模复制的暴富方法，那些老师们为什么不自己偷偷的去发财，反而要辛苦的出来讲课、录视频，把秘诀奉献给大家呢？他们赚的本质上就是您的交绿税，就是您的学费。真正的知识、技能和智慧从来都不是能够速成的，它需要您沉下心来，
系统性的阅读经典书籍，需要您在工作和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需要您虚心向行业里踏实的，哪怕是免费的前辈请教。网络上也有很多优质的、免费的公开课和学术资源，学习的过程必然是枯燥的，需要时间和耐心的。千万不要因为内心的焦虑而病急乱投医，您的焦虑正是那些无良知识分子眼中最肥美的猎物。好了，各位康寿晚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周世恒我为大家精心总结的，在面对2026年可能到来的经济调整周期时，我们绝对不能再乱花的9种钱。让我们一起来快速回顾一下核心精神。第一，告别高利息的消费贷。第二，谨慎购买高溢价的燃油新车。第三，绝不参与不懂的投机。第四，警惕超负荷的房产杠杆。第五，远离炫耀性的奢侈品。第六，清理无用的自动订阅。第七，减少无效的高消费社交。第八，停止盲目追赶潮流。第九，千万别被劣质知识课程割了韭菜。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周先生，照您这么说，这也不能花，那也不能买，人生岂不是少了太多乐趣？生活质量岂不是要大打折扣？我想说，您有这种感觉非常正常，但我想请您理解我更深一层的用意。我们讨论省钱，终极目的不是为了过苦行僧般的清贫生活，恰恰相反，省钱是为了给我们自己买来一样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选择权。当我们把这些不该花的、浪费的钱统统省下来、存下来之后，我们就构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家庭财务防洪堤。您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如果几年后经济上的风暴真的来临了，很多人因为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而失眠焦虑，因为失业而陷入恐慌，而您因为提早听了今天的建议，已经无债一身轻，手里握着足以让全家安心生活1-2年的现金储备。车子虽然不是最新款，但皮实耐用，能代步。房子虽然不大，但温馨，没有贷款压力。身体因为坚持健康的饮食和锻炼而保持得很好。这个时候，您就能以一种非常从容、非常平稳的心态去面对外界的风浪。您不仅不会慌乱，甚至还有可能在别人被迫低价抛售优质资产的时候，有机会用您攒下的钱去进行一些理性的、长期的配置，从而实现家庭财富真正的进阶。这才是真正的深谋远虑，这才是对我们所爱的家人最实在、最负责任的爱。而且，不花这些冤枉钱，绝不意味着我们要降低生活品质。我们可以把省下来的钱花在真正能提升幸福感的地方，比如去买更新鲜、更健康的食材，用心为家人做一顿美味的晚餐；比如花点钱买几本一直想读的好书，充实自己的内心世界；再比如攒点钱带家人去风景优美的自然中徒步、露营，享受那些免费的阳光、空气和亲情。这种精神上的充实和家庭关系的和谐，是任何名牌包包都给不了的。再从现在到2026年乃至更远的未来一段时间里，周世恒认为，这将是一个现今为王、胜者为王的时代。我们不要去比谁在风大的时候跑得快，而要比谁在风停甚至风逆的时候能活得久、走得稳。不要去羡慕别人表面上的风光，要专注于构筑自己底层坚实的安全感。我们要像那些聪明的、为过冬做准备的松鼠一样，默默的、持续的储备好粮食，把巢穴修补得温暖又牢固，然后平静地等待任何天气变化。当然，我也发自内心的希望，我今天所有的这些分析和预警，最终都被证明是过滤的。我衷心祝愿2026年以及之后的每一年都是风调雨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但是，作为一个对自己、对家庭负责的成年人，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思维，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充分的准备。如果危机没有来，那最好不过。您攒下的这笔钱，可以让您未来更从容地去享受生活，去实现梦想。如果挑战真的来了，那么您就是那个能在暴风雨中依然可以安稳入睡的人。这部影片的内容非常长，信息量也很大。如果您能一直看到这里，周世恒真的非常感动。这说明您是一位对自己和家庭未来极度负责，并且有耐心、有智慧的朋友。如果今天我讲的这9点，哪怕只有一点对您产生了触动，让您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消费习惯，我觉得我制作这部影片的所有努力就都值得了。最后，
周世恒想邀请您在下面的评论区和我们康寿晚年的所有朋友分享一下，您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已经开始做了哪些准备，或者您有什么独家实用的省钱小妙招，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大家一起交流，互相学习，抱团取暖。也请不要忘记给这部影片点个赞，订阅康寿晚年频道，并把这部影片分享给您关心和在乎的亲朋好友。让我们在这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时代里，彼此提醒，互相支持，一起稳稳地守住我们的财富，守望我们晚年的幸福与安康。我是周世恒，我们下期影片再见。但是我们做决定不能只看愿望，更要抬头看天，看看我们所处的大环境。全球的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长达10几年的超级繁荣之后，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甚至可以说是脆弱的阶段。在高利率的环境下，房贷的压力是极其巨大的。如果您为了住得更大更宽敞一些，或者仅仅是觉得买房总不会错，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甚至长辈的养老金都掏出来做首付，同时还背上了每个月要占据家庭收入1半以上的沉重月供，周世恒必须说，这简直是在拿整个家庭的财务命运去赌博。一旦经济进入下行周期，房价出现波动甚至下跌，您面临的不仅是资产账面上的缩水，更可怕的是，如果家庭收入来源受到影响，还不起贷款，导致房子被银行收回，那前半生所有的努力真的就有可能归零了。所以在2026年之前的这段时间，如果您现在的房子已经够住，家庭也没有急迫的扩张需求，就请千万不要瞎折腾，不要再想着以小换大去增加杠杆。如果您还在为首套房奋斗，也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为了一步到位而把自己和全家逼到财务的悬崖边上。即使真的决定要买，也必须确保每个月的月供在家庭收入的安全比例之内，并且手里一定要留有足够支撑全家1到2年所有生活开支，加上房贷的现金储备。我们要时刻记住，房子首先应该是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安稳的家，而不是一个给我们带来无尽焦虑和风险的投资品。除了这些动不动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大额支出，咱们日常生活中其实还隐藏着很多悄无声息的钱包刺客，他们单次看起来不起眼，但日积月累下来却能吃掉您一大笔钱。这就来到了周世恒要说的第5点，那就是冲动型的、跟风型的奢侈品消费。我知道，现在的社交媒体上每天都充斥着各种光鲜亮丽的生活展示，看着那些网红博主晒出新款的名牌包、限量版球鞋、昂贵的手表，心里难免会羡慕，会觉得如果我也有这个，是不是也就显得更成功、更体面了？周世恒想告诉您，这恰恰是现代消费主义为我们设置的最精巧也最深的陷阱。在经济一片繁荣的时候，买件奢侈品犒劳自己，开心一下，无可厚非。但在经济可能转冷的前夜，这些东西会迅速从资产变成负资产，它们的变现能力非常差。当您真正急需用钱的时候，就会发现，当年花几万块甚至几十万买来的包包或手表，二手商能给您开出的价格，可能低到让您心疼。而且，奢侈品带来的花费远不止购买的那一刻。您买了一个很贵的包，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想买几身更配得上它的好衣服？有了好衣服，是不是又觉得应该去更高档的餐厅，开更好的车才协调？这就是所谓的狄德罗效应。一件新物品会迫使您去升级整个生活系统，让您陷入一个无止境的、越来越昂贵的消费漩涡里。真正的体面和安全感，不是由您身上背的 logo 决定的，而是由您银行账户里的数字，由您面对生活突发状况时的那份从容不迫决定的。把计划买奢侈品的钱稳稳地存下来，或者用来投资自己的健康，比如买一份更周全的医疗保险，或者投资自己的大脑，去学一门真正有用的技能，这才是真正聪明、高级的活法。这一点，周世恒特别想对年轻一些的朋友说，千万不要让一时的虚荣心绑架了您长远的财务自由。说到消费的细水长流，第6点更是我们很多现代人，包括我自己都曾经忽略的通病，那就是那些您已经忘了，却还在每个月自动扣费的订阅服务和根本不去用的健身卡。我们现在简直生活在一个订阅的世界里，想看个热播剧，要买视频会员，
想听无损音乐，要买音乐会员，就连手机里修个图、叫个外卖，都可能绑着月度或年度的自动续费。每一笔单独看都不多，几十块、100-200块。可您要是把手机里所有的订阅项目拉个清单加起来算一算，一年下来，好几千块甚至上万台币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流走了。这比一次性花掉一大笔钱更可怕，因为它是一种无感流失。更典型的还有健身房的年卡，多少人年初信心满满，花上万把块办了卡，结果一年到头就去过2-3次，算下来每一次健身的成本高达几千块，这钱不就等于白白扔水里了吗？在经济需要收紧银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做减法。现在就拿出手机，仔细检查一遍您所有的支付绑定和自动扣费项目，只保留1-2个您真的每天都在用、离不开的服务，其他的果断的取消掉。至于锻炼身体，如果去不了健身房，小区里、公园里跑跑步，在家里跟着免费的视频做做瑜伽、跳跳操，效果一样很好，还1分钱不用花。我们绝不能允许这些像水蛭一样的小额自动扣费，在不知不觉中吸干我们的财富。管理好这些订阅，不仅仅是为了省钱，更是重塑我们对自身财务状况的掌控感。您得清清楚楚地知道，每一分钱是怎么进来的，又是为什么花出去的。好了，朋友们，我们已经一口气讲了6点，如果这6点您都能听进去，并且开始行动，周世恒相信您的财务状况一定会得到非常明显的改善。不过接下来的3点更加贴近我们每天的生活细节，也可能是最难改掉的一些习惯。在继续往下讲之前，周世恒想真诚地恳请各位，如果觉得影片到现在对您有所帮助，请动动手指给影片点个赞。您的每一个赞都是对我这个康寿晚年频道最大的支持和鼓励，也是我能持续为大家制作这些用心内容的动力。非常感谢大家。好，我们接着聊。第7种我们需要警惕的花销，是那些过度频繁却没什么实际意义的社交应酬，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档餐饮消费。周世恒完全理解，人是群居动物，我们需要朋友，需要交流，需要人情往来。但是，请您现在静静地回想一下，您参加的那么多场饭局、酒局，有多少是真正在交心，在互相扶持，在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又有多少仅仅是在互相吹嘘、拼命劝酒，暗地里攀比谁混得更好呢？一顿饭吃下来，几千块花掉了，身体被酒精折腾得够呛，第2天醒来，除了头痛和空虚，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留下。在经济可能要过冬的时期，这种纯粹消耗金钱和健康的无效社交，是一种巨大的浪费。真正的好朋友、真感情，绝不会因为您请不起高档餐厅的龙虾，就看不起您。相反，在路边摊一起吃碗热气腾腾的面，或者邀请朋友到家里，自己下厨炒几个拿手小菜，喝点小酒聊聊天，那种温暖和亲密感，是任何高档餐厅都给不了的。而且，学会自己在家做饭，不仅仅是为了省钱，它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现在的外卖和餐馆，为了追求口味，通常都是高油、高盐、高糖，长期吃下去，对身体的负担非常大。等身体真的吃出问题，去医院花的钱，可就是吃饭钱的10倍、几十倍都不止了。所以周世恒劝大家，从现在开始，试着把生活的重心往家庭、往厨房回归一些，把那些只会消耗您金钱和精力的酒肉朋友请出您的核心生活圈，您会发现生活清静了，钱包鼓了，身体也更舒服了。紧跟着第7点、第8点也是很多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容易掉进去的消费陷阱，那就是盲目的去追赶快时尚潮流和频繁的更换电子产品。现在的商家实在是太懂得如何撩拨我们的焦虑神经了。手机品牌恨不得半年就出一款新型号，服装店每个季节都告诉您去年的衣服已经过时了。